本期是即将 UP 的角色基尼奇的前瞻介绍，来自玄牧人部族的基尼奇 ，A.K.A 提瓦特蜘蛛侠。那么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元素战技在没有命中敌人的时候，会向瞄准的方向进行摆荡，可以原地释放，也可以在空中召唤出来。当然，这个空中召唤就属于纳塔地区的专属效果，出了纳塔就不行了。同样的，出了纳塔，摆荡的次数也会从2次变为1次。而当元素战技命中敌人时，就进入了夜魂加持状态。这个状态持续10秒，每秒产生2点夜魂值，每次按下攻击键就会释放2枚子弹，并且产生3点夜魂值。而当我们连接到怪物或释放手炮后，会在地上产生一片高光区域。基尼奇进入这个区域之后，会获得4点夜魂值。那么积累这些夜魂值有什么用呢？当然就是释放回裂灌灵炮，我们就简称手炮。当夜魂值积累到上限，也就是20点，按下元素战技，会消耗所有的夜魂值，释放一次可以瞄准的手炮。这个手炮是一个重点，因为它的倍率有1000多，一炮下去几万甚至是10几万的伤害，可以说是基尼奇战斗的核心。另外，基尼奇的子弹攻击是可以触发托马、叶兰等角色的协同攻击的，但它仍然属于元素战技，不是普攻。所以各种普攻增伤的增益效果是享受不到的，比如说坎蒂斯的加成啦，比如云锦的普攻伤害提高呀，比如托马满命的这个增伤效果呀。可以看到这3个辅助虽然都放了技能，但是两边的伤害其实是一样的，而且它也是不享受攻速加成的。然后我们看元素爆发，召唤阿乔进行范围的吐息攻击，开启后有1次范围伤害，之后的吐息一共有6次。大招是不锁面板的，是偏向伤害补充的作用。那如果在释放大招时，基尼奇是夜魂加持的状态，就是这个围绕着怪物转圈圈的状态，那么它会延长1.7秒的夜魂加持的持续时间。个人觉得这个设计呢，可能就是弥补一下在夜魂状态中开大招播放动画浪费的时间。而接下去呢，2个固有天赋，这个就决定了基尼奇的组队思路。天赋1是当基尼奇连接着元魔转圈的时候，元魔受到了燃烧或者烈绽放的伤害，就会产生7点夜魂值，每 0.8秒至多产生1次。那这个天赋会提高基尼奇手炮的释放频率，我们可以看一组对比。天赋2，当队伍中的角色触发夜魂迸发后，会给基尼奇添加1层猎人之心，最多叠加2层。在释放手炮的时候，消耗已有的层数，提高本次攻击造成的伤害，提高的数值是攻击力的320%。所以这2个天赋就是鼓励基尼奇要带一些纳塔队友，而且还需要火元素入队嘛。那么总结一下，基尼奇的战斗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用元素战技连接敌人，然后围绕着元魔转圈，积累夜魂值，蓄满之后消耗夜魂值，打出高个伤害。然后就是玩家最关心的伤害问题，我们依旧是展示一个角色的下限，也就是大部分玩家都能达到的一个练度水平。那这个基尼奇呢是 24.6 个词条，0+1凑了一个双火，剩下的除了自己天赋之外，没有任何额外加成的伤害水平。然后这是0+0的表现，使用的是赠送的纳塔锻造武器。那么可以看到，基尼奇继承了草元素持续输出的特性，在伤害表现上呢，显然是没有马拉尼这样的核弹看起来过瘾。毕竟草元素角色可以选择的队友和玩法都比较多样，还有种门战魔。那根据我的计算，一轮伤害呢，战技加大招0+1大概在50万左右，0+0呢在35万左右。
当然这不排除我比较手残，没有发挥出它全部威力的这种可能性吧。好的，那么经过这一期的展示呢，相信各位对于基尼奇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。那么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